最近有一款叫做《黑神话：悟空》的游戏非常火，火到了全球啊！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做的游戏能够有全世界范围内这么大的影响力。于是现在我来到了山西，驱车了千里，就想带大家去看几个《黑神话：悟空》的实景取景地。黑神话：悟空开场里边那些高大巍峨的雕像，几乎都来自于这里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玉皇庙呢，是始建于北宋神宗熙宁9年，也就是1076年。庙里最有名的就是28星宿泥塑像，不仅仅是国宝，而且造型鲜活，冠绝天下。最近来这会儿看28星宿的人多吗？多。在后面正殿的这个左手边。这一溜里边就是28星宿了，这个就是亢金弩了。你们可以对比一下，跟游戏里边有多少的差距。然后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龙头。之前游戏演示里边打的那条白龙呢，就是亢金龙的真身了啊。等游戏正式发布的时候，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细节的对比，看看到底有多少是相似的地方。而在《西游记》中呢，悟空也与28星宿多有交集，比如与悟空打得有来有回的奎木狼，用金角钻破黄眉老怪金挠，帮助悟空逃脱的亢金龙，还有帮助悟空拿下犀牛精的角木蛟、斗木蟹、奎木狼以及顶木憨。那28星宿呢，其实最早就是古人为了观测日月星辰整个的运行而划分的28个星区，而唐代的历算学家袁天罡呢，把它和7曜，包括12生肖在内的28种动物形成了整个的它的全称。那不知道有几个你们是能叫得出名字来的？那这28星宿呢，传说是元代的雕塑大家刘銮，又称刘元所雕塑的。这些国宝呢，不仅是海内外孤品的珍贵文物，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绝顶之作。而现在呢，只要提到28星宿，几乎都会以它们为展示的样板。只是很少的人来现实看过他们，你们就说牛不牛吧？在《西游记》里边，悟空就与28星宿之一的角木蛟大战过几十回合，不分胜负。相信在接下来的游戏里边，以这些彩塑为原型的28星宿也会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那这个呢，就是悟空出场时候的雕像了啊，北方第6宿石火猪，各位可以看一眼。现实中的这个雕塑，游戏里边的场景，是不是做的非常的还原，非常的细致？如果你在游戏里边仔细观察啊，其实石火猪是抬头向上看的，因为现实中啊，在房梁上就有一只飞天的小猪。游戏里边突然扭头看了咱们一眼，才幻化成了天命人。和游戏里边不一样的是，因为这些都是泥塑嘛，它没有办法经过风吹雨淋、日晒雨淋，所以它就只能在这个里边去给它很好的保护起来。哦，对了，我还用 iPhone 拍摄了一个空间视频，回头我会放在网上啊。有 Vision Pro 或者有其他 VR 设备的同学可以看一看。如果你们到不了这边的话，真的非常的震撼。那这一趟出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带大家看了这么多东西，您给我点个赞，让我回血。说实话，这个泥塑保存之完好，然后保存之完整，真的是全世界都少见。而且这个里边呢，它也是不付费的，你可以直接在门口预约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一眼啊，整个泥塑的制作过程，先搭一个鼓，然后用稻草稍微糊上一点点，然后开始这个糙泥去塑形，然后开始就规划这个轮廓了，开始勾勒这个轮廓。勾勒轮廓好，这个精泥开始精雕，最后有补缝补白，然后就是添色了。谁能想到由木头、稻草和泥巴组成的泥塑能够保留个8、900年呢？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看完了这么多，会不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啊？就是这边的雕塑、这边的建筑做得这么好，我们现在3D 扫描又这么的发达，为什么这边就没有一个文创呢？没有一个我们讲，哪怕你说是个冰箱贴，这事儿也没有，不觉得很奇怪吗？咱们看到这个视频，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做一做文创，带火了，带起来了？山西的旅游业也起来了，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弘扬了，多好，花不了几个钱。还有一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
灵感呢，取景地也是来自于晋朝。我们去看一眼，不一定能进得去，但是我们要过去看一眼。这个就是号称全国最难以见到的国宝，就藏在这个胡同里边这个民居的小院子里。我能稍微的进来看一看吗？啊，这个店麻烦您啊。铁佛寺里边现存27尊塑像，按照24诸天的顺序排列。四大天王分立4角，最南端分立着杨戬和关羽。游戏小西天里面场景的左右护法呢，就是用杨戬和关羽的身体结合了新将无胜寺里边的冥王头颅拼接而成的。那这边的雕像呢，都是微微倾斜的角度，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压迫感，造型繁复而生动，你站在下面只会感受到震撼。正面的鎏金释迦摩尼佛手被盗走了，但是你从它通顶的造型、繁复的装饰，依然可以想见当年刚刚塑造完成的时候是怎样的华丽和壮观。那据考证呢，铁佛寺的佛像最早可能成于金代，经历了动荡与浩劫，这些国宝就静静地矗立在这一间不大的庙堂之内。比较动荡的时候，这个怎么还能这样保存下来？也跟你说不清，我给你拿出那真哈，搁老婆婆弄了一堆儿布。这有张奶奶护庙。嗯，是啊。嚯，这不是啊到这儿，这不是啊，写了的一个。所以这个里边是什么呀？以前有天王殿嘛，可是啊，天王殿是吧？哦，那现在这个里边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是吧？是个大殿那个产会。哦，这地上还躺着一尊呢，哦，掉下来的，现在全都放在这个里边了。我们这边也都给妥善的保存好了。众所周知的这个大卫像是在15几几年塑出来的，我们这个是在1011几几年塑出来的，比大卫像早了大概400多年。那我真的无意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优秀，因为那真的都是人类群星闪耀时留下的魅力的瑰宝。我只想跟大家讲啊，在中国山西，我们也有着比肩世界、能够引以自豪的这种泥塑这样的雕像。游戏里面雕像后面的场景灵感来自于山西临汾祁县小西天。就在我去往小西天的路上，先是出发的时候碰到了整条街都停电，加油都加不上，这加油站都加不了油了，整个一条街全都停电了。路上呢则遭遇了暴雨，我操，这个雨简直了！我原来想呢下雨也就算了，带大家去雨中登个小西天，结果呢就在距离小西天可能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上就被人追尾了。我靠，这啥树啊！我靠！经历了种种，我终于得见悬素满天。那黑神话悟空里边啊，黄眉老怪就是出现在后面这里边。既见未来，为何不败？那原著里边呢，它也是在小西天假佛成精的。那直到弥勒亲自下界来把它收复，才回到了极乐世界。那看来呢，黄眉老怪的设定啊，他还是个蛮怀旧的人哦，不对，还是个妖呢。身处其中，你就能感觉到一个成语的具象化，巧夺天工。宝殿里边有1673尊的造像，漫天神佛的场景，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看到黑神话的宣传片之前，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就算知道也没有特别的想来这边。我呢就是属于后者，但是真的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你会觉得更加的震撼，无与伦比。里面的5尊佛从左到右分别是药师佛、阿弥陀佛、释迦佛、毗卢遮那佛以及弥勒佛。那我对佛法不是特别懂啊，但是我听网上的说法呢，这个相当于让释迦牟尼佛同时以不同的姿态出现了2遍，这个就可能大家的心愿都比较的强吧，比较强烈。就我们看到山西这边呢，很多都是悬塑，它之所以用悬塑，就是3个目的吧。第一个就是防止风沙，对吧？山西大家来过的地方都知道风沙特别的大，所以呢，它向前倾斜大概10到20度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可以让风沙落在这个雕塑的
背后。第二呢是说它能够比较节约空间，虽然这个墙不是特别的小，但是呢它向前它就能够分成好几层。那最后呢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观看的时候有一种压迫感，有一种神圣感。一路上，不论是当地的讲解员，或者是偶遇的文物爱好者，哪怕是跟我撞车的小哥，都知道这里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甚至连小西天的大雄宝殿门边上都摆放了游戏场景的介绍海报。这个小西天是懂怎么做宣传的呀？这些泥塑和建筑的确不应该只停留在文物保护的文件上面，它们值得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了解它们。或许当你能够参与其中，想要置身其中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的走出历史的尘埃，真正的闪耀世界。游戏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游戏里面，我们曾经游荡在巴黎的上空，参加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也曾经策马奔驰，亲身体验过狂野的西部时代，曾经浴血奋战在诺曼底的滩头，与众多的兄弟一起奔赴柏林，也曾在北欧的神话里边斩妖除魔，大杀四方。我们曾经在每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里边拯救过无数次的世界，而这一次，我们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次自己的天命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多谢您的宝贵时间，我是茶叔，咱们下期见。